照顾了10年的瞎子男朋友，竟在某天突然送人。我那妹妹竟然胆大包天的冒充我与他谈起了恋爱。当男朋友来到我家时，妹妹却联合爸妈把我锁进衣柜里。我透过那细微的缝隙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渐渐靠近，亲在了一起。可我的嘴角却悄然勾起。他恐怕还不知道吧，这个看似普通的瞎子，竟是渊北背负着数条人命的疯批。后来他被关在了阴暗的地下室，双腿被废，苦苦哀求我把他换回来。我平静地注视着他，缓缓开口道：这个地下室我已经待了10年，现在轮到你了哦，我亲爱的妹妹。高考查分后的次日，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：你妹妹可真厉害啊！附带的是一张抖音的截图，那是一张高考成绩为712分的成绩单。我盯着那张成绩单看了几秒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为何每科成绩都与我如出一辙？可名字那一栏写的却是我妹妹苏夏，她竟然偷了我的成绩截图。我的第一反应便是，这点赞数都有400多万了，得有多少人看到了这成绩单？心中隐隐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我的手指轻轻滑动，向下翻看着评论，最后看到了那3个字：沈玉白。10年的噩梦如潮水般向我扑来，我瞬间扔掉了手机。沈玉白是我的前男友，也是渊北黑帮集团的小少爷。那乖巧听话的外表下，隐藏着的是十足的疯批本性。在被拐去渊北的那10年里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当了他10年的舔狗。逃出来的那天，我废了他的一条腿。要是被他抓到，他有1万种方式能弄死我。回到家的2年时间里，我出门必戴口罩，不敢结交朋友，在学校也不敢考出好成绩，将自己活成了一个透明人，就是为了躲避他。可如今倒好，这400多万的点赞直接把我推向了前面。我急忙套上衣服，火速赶往苏夏的房间。这是我第一次踏入她的房间，粉色的梦幻公主房，与我那间仅仅刷了墙的房间截然不同。她的房间角落里散落着一个个精致的布娃娃。要说父母不偏心妹妹，那简直是瞎子都不信。把那个视频删了。我开门见山地道：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是我的成绩单。她愣了1秒，咬着牙道：就你能考712分，别人就不能？就你能登录我的账号，我就登录不了你的。我反问她，她向来爱慕虚荣，可我从未想到，她竟然用我的成绩去冒充我，到处炫耀。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极其难看。你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你平时总分100分都考不到，现在突然考712分，你就不怕我举报你？我有些着急了，伸手去拿她的手机，她却疯狂地扇着我的耳光。我压低声音道：你最好别逼我，不然你会死在这里。她惊恐地看着我，然后扯开嗓子大喊：爸妈，苏田要疯了！闻声赶来的爸妈第一时间把我推到墙边，将苏夏护在怀里。你对妹妹做了什么？妈，姐姐说要打我。她用我的成绩单发抖音，她会死的。我之前被骗的时候遇到过一个疯子，我废了他一条腿，他要是找到我，肯定会弄死我。啪！我妈给了我一巴掌。你能考712分，我看你现在不仅有精神分裂，还有臆想症了。你都回来2年了，还天天提你被骗的事，天天睡地板，不跟人交往，成绩一塌糊涂，你就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？我妈说完又去骂我爸：你干的好事，我说了让他待在精神病院，你非要把他接出来，非要把一家人都折腾死你才甘心。我就是考了712分，他只考了，你现在还学会说谎了？我爸把我扔回我的房间，你再闹就只有重新回医院。望着被锁上的门，我闭上了嘴。被拐回来的这2年，我经常做噩梦，梦里总是有沈玉白的身影。只要大家提到渊北，我都会浑身战栗。父母看着我在大夏天依旧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从不与陌生人接触，看到关于渊北的新闻都会格外紧张，便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，可依旧无解。刚开始他们还有耐心，可后来每次都提被骗，我们当年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你就要提一辈子，你又没死，至于天天卖惨折磨一家人吗？他们骂我小题大做，神经质，还问我天天这么害怕，到底是在装给谁看？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忍不住疼了一下。回到房间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打开手机，点开沈玉白的主页 ，IP 显示在法国。难道是我反应过度了？他可是个瞎子，怎么用手机？而且他不可能离开渊北的。我放下手机，颓然地缩在被子里。一闭上眼睛，那个人那炽热的呼吸又萦绕在我耳边，从锁骨一路往下，挥之不去。他的手卡在我的脖子上，沉重的呼吸喷在我的肩膀上。夏夏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不会，我已经快窒息了。你说你死也不会？死也不会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沈玉白。他突然在我耳边闷笑几声，再叫一声，我快点结束。沈玉白。我猛地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。我叫苏田，我妹妹叫苏夏。在待在沈玉白身边的那10年里，他一直以为我叫苏夏，我也从未纠正过。现在只要一听到有人叫夏夏，我就会感到窒息。外面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招生办打给我爸的电话是苏夏接的。他忙着接受采访，忙着发抖音，一下子成了新晋网红。而我被困在这个房间里，根本出不去。当然，我也不想抛头露面，他代替我也算是一件好事。
苏夏来给我送饭，一天比一天心情好。听我妈说，她加入了大学的新生群，认识了很多同学，还有很多厉害的人物，还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。新生群，我拿出手机登录 QQ， 才发现新生群里的信息已经99加了。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来，我的头像是原始头像，也没有名字。我向上翻看着信息，突然看到一个叫 CY 的同学很少说话，但苏夏的每一条信息他都会回复。又一个苏夏的追求者，我停留了2秒，关掉了手机。晚上的时候，苏夏破天荒的来找我，姐姐，明天我有个朋友会来我们家。然后呢，他也考上了大学。他顿了一下，我虽然没上大学，但我得找个大学的男朋友。你要是乱说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父母不在的时候，他连伪装都懒得装了。苏夏，你不怕有报应吗？我出生的时候难产，大脑缺氧，行动比一般小朋友迟缓，脑子也不灵光，成绩一塌糊涂。比我晚3年出生的妹妹却不一样，她聪明漂亮，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她是爸妈的掌上明珠，我却是全家人的拖油瓶。但妹妹却无数次公开表示会照顾我一辈子。我姐姐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是我姐姐，我爸妈走了，我是要照顾她一辈子的。她成了人人眼中懂事的妹妹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妹妹，却无数次在我的房间里扇我耳光，威胁我把她想要的东西都给她。我从渊北的牢笼中死里逃生回来，之所以一直忍到现在，一是为了活着，二是为了看她的报应。姐姐不会想让我把你被骗的事，还有被无数男人侵犯的事发到抖音上吧？大学学生的姐姐竟然当年被男人侵犯过，这个标题怕是要把微博炸瘫。我愣在那里，她还真知道抓住别人的弱点。我不是怕别人议论，而是怕新闻大肆报道，怕沈玉白那个疯子看到新闻，我竭力避免引来任何注目。苏夏这祸端毫无顾忌，什么事都敢做，他会将我置于死地。至于他谎称考上大学这件事，一旦开学，谎言自然就会不攻自破。你谈恋爱我不会干涉，可我的事，你若敢说出去，我就毁了你。我真是太害怕姐姐会毁了我了。他笑着伸出手，成交。第二天，我父母精心准备了满满一桌佳肴，只为接待他的这位同学。听说他是作为留学生进入大学的，家里做跨国生意，来这里都是乘坐私人飞机。我父亲沉默片刻后开口：中午吃饭时，你回房间吃吧。谢谢，正合我意。我端着果盘，刚要转身回房间，门铃响了。我顺手打开了门，当我看清那张脸时，啪！我手中的果盘掉落在地上。噩梦降临现实，恐惧瞬间扼住了我的喉咙。苏夏在吗？他双眸染墨，身着简单的 T 恤，背着斜挎包，一副大学生的模样。唯独那声音，仿佛在提醒我他来自地狱。我慌乱地蹲下身子去捡果盘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沈星，身后传来一阵风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苏夏将我推开，兴奋地将他迎了进来。沈星，他明明是那个渊北的杀人狂魔沈玉白。我承认自己被他的突然到来惊得措手不及，一时间竟忘记了逃跑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又收回目光。抱歉，昨晚没睡好，提前了一些，介意吗？苏夏顿时红了脸，当然不会。之前听你说你正在法国开会，我还以为你下周才来。我等几天没关系的，不该让你乘专机过来。男人叹了口气，可我等不及了。苏夏娇羞地将他迎了进去。他俩从我身边走过时，他轻笑一声：我长得很吓人吗？他好像被吓到了。我姐姐。苏夏折直脑袋，这里有点问题。是吗？他并未多做停留，跟着苏夏进去了。我捡水果足足用了5分钟，然后趁妈妈让我下楼买酱油的机会，冲到楼道间给当年救我出来的执法人员打了电话。那个杀人狂魔来了，你们快来抓他！我将在那边的遭遇以及与沈玉白的纠葛全都诉说了一遍。苏天，你真的没搞错吗？当年你说的那个人，我们在任何资料中都没查到，况且他的名字和年龄都不符，他上大学的一切程序都合理合法，他是今年留学生中最优秀的，高中和大学期间还获得了很多奖项。他爷爷是跨国公司的董事长，公司经营正常，他的眼睛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怎么会搞错？我死都不会搞错的。苏天，我听你妈妈说你停止了治疗，你不信我？你妈妈说你每天都睡在地板上，喜欢封闭的空间，医生说你们这样经历了太多非人的折磨，有时候有点不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苏天，接受治疗吧。是的，被骗的那10年，我住的都是阴暗的地下室，即使现在被救回来了，我依然习惯睡在地上，这样才有安全感。我跟妈妈说我没病，只是害怕睡床，她给了我一个耳光，说我在卖惨。她不知道，这10年里，只有在被沈玉白欺负的时候，我才睡床。挂了电话，我无力地靠在墙上。我与沈玉白相处了整整10年，从10岁到20岁，每天都陪着他读书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他很聪明，即使眼睛看不见，用盲文学习成绩也非常好。难道当时他的家人给他请顶级私教，把他往学术方面培养，就是为了将家族企业洗白？一种无力感从我的心脏蔓延开来。10年来，为了活下来，我对他百依百顺，我做梦都想逃离这里，他却好像对我这个玩具上了瘾。在他高中毕业的那晚，他突然问我：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。我骗了他。那你想拥有我吗？我绷紧了身体，那晚他吻了我，我不敢反抗。
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吻我了，只是这个吻发展到最后，他有些失控。他把房间门反锁，拆除了监控，颤抖着将我搂在怀里。夏儿，我好想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？很丑，3个眼睛，2张嘴，好特别，好喜欢。他房间的监控我拆除了，但我在他身上植入了心率监护器。你要是敢伤他一根毫毛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从那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和沈玉白待在一起。他的心率监护器爆表了无数次，他也一次比一次纵容我。逃走的那天，我跟他说要去逛街，在试衣间，我坐在他腿上与他接吻，然后朝他的腿开了一枪，迅速飞奔出试衣间，逃上了早已联系好的执法车。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神情，仿佛没有愤怒，没有震惊，甚至没有痛的喊叫，就那样安静地坐在那里，漆黑的眸子寻找着我的方向。夏夏，手疼吗？如果不是为了逃跑，我说不定下一枪就会打爆他的头。我在外面熬到下午6点才回家，一回家就看到客厅里那温馨的一幕，沈玉白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借着阳光看书，苏夏靠在他的肩上玩手机。谁能想到，如此清冷高贵的男人竟然是渊北的恶魔？沈玉白并非家里唯一的儿子，为什么一个瞎子却能得到父亲的独家宠爱呢？因为他的大哥和二哥都离奇的死了。后来他父亲的女人中有很多想靠怀孕上位的，无一例外不是死就是惨。每次听闻他家里人的死讯，却看到他安静地捧着盲文书，一脸淡定地计算那些复杂的公式，我都浑身汗毛直立。在那个人畜无害的外表下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怪物？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他根本没见过我的样子，不会认出我的。我只是看了他一秒，他却仿佛有感应，猛然抬头与我的视线相对。我心中有些慌乱，但依旧面无表情地去厨房拿饮料。你姐姐回来了，他提醒苏夏。哦，苏夏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抱着他。你想喝什么饮料？我去帮你拿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把书合上，温柔地说：我去拿。沈星，你这样会把我宠坏的。苏夏抱着他的胳膊撒娇，他却掰开他的手，站起身，直直地朝我走来。我本想快速逃离厨房，但他腿长，几步就已经到了我面前。我只好拿了一瓶柠檬水，站到一边让他过去，目光却在厨房中搜寻着可以用来防身的工具。与我的紧张相比，他显得那样淡定。他笑了笑，走到冰箱前，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饮料。柠檬水好喝吗？我抿着嘴唇，没有回答他。他也不再问，拿了一瓶柠檬水，又问苏夏要喝什么，最后再拿了一瓶果粒橙，然后悠闲地走了出去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拿着饮料往楼上走去。你姐姐是哑巴吗？他一边看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苏夏。他啊，有社交恐惧症，平时和我们也没什么话，你别多想。这样，不再听他们的对话。我回到房间，关上门，反锁上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。晚上，苏夏来到我的房间，又给了我一巴掌。你别想装哑巴来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他对你这种低级手段完全不感兴趣。这一次，我抓住了他的手，不让他得逞。我劝你好查查他的底细，不要轻易陷进去。我原本打算劝他离沈玉白远一些，然而看到他那副态度，我便收起了自己的善心。我警告你，别想从中捣乱。他特别喜欢我，他说不是对我一见钟情，而是跟我相识已久，问我是不是失忆了。总之，他要带我去看电影。你说这好不好笑？失忆，我瞬间愣住了。所以沈玉白以为苏夏失忆了，才记不起以前的事。他把他当成我了。我沉默了1分钟，突然恍然大悟，这不算坏消息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好消息。看电影的时候给他买个冰激凌吧。我漫不经心地说道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他还想反驳我，突然想起我之前是被卖到那里的，似乎又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。那边还有什么习惯？你跟我说说。我凭什么告诉你？爸妈给我的零花钱，我给你一半。多少？3000。我还是愣了一下。爸妈平时1个月给我300，给苏夏却是3000。那你给我2000，以后别再找我麻烦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让我回忆那段时光，我会很痛苦的。行，这事成了，我哪有闲工夫找你麻烦。他咬着牙往我手机转了2000元。今天累了，你明天看完电影回来再问我也不迟。他撂下狠话，说我要是敢骗他，就让我加倍还回来。事实上，我真的骗了他。看电影吃冰激凌并不是渊北的习惯，而是沈玉白的习惯。我看电影的时候，他吃一口冰激凌就跟我接吻，这是他的怪癖。第二天，苏夏兴奋地跑到我房间汇报他的战绩，他差点就跟我接吻了，但他说怕吓到我，留到下次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却装作很淡定。是吗？那恭喜你。看到他开心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他有没有朝你发脾气。要知道沈玉白的脾气很差，他那斯文的外表不过是伪装罢了。没有啊，他温柔得很，说话都不敢大声跟我讲。他说我喜欢他这样，他就一直这样。听到这些，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独断专行的沈玉白什么时候为别人妥协过？向来只有我妥协的份。他要接吻就接吻，他要睡我就睡我，不分时间、地点和场合，我不能反抗。反抗只会让他更疯狂。是不是羡慕的要死？祝你幸福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甚至怀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沈玉白，还是只是长得比较像的2个毫不相干的人。他还问我明天要不要去逛街。逛街？
我的手开始颤抖。对啊，他说想陪我去。苏夏说着，把一个盒子放在我面前。今天约会路上买的，多买了一个，便宜你了。礼物收了，快点跟我说，渊北那边逛街有什么习惯？我望着盒子里的那个叮当猫摆件，眉心猛地跳动了一下。他买的？是啊，真没想到他一个188的大帅哥，竟然喜欢这么幼稚的玩具。看着卖玩具的老爷爷很可怜，就买了2个。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这东西。我愣在那里，不说话了。他当然不喜欢，喜欢叮当猫的是我。他嘲笑了我很多次，但还是让那个小玩具摆在卧室里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个叮当猫里面有监听器，而卖玩具的是跟我联系的执法人员。你还没回答我。苏夏拉回我的思绪，别忘了我们的协议。你最近是不是过得太安逸了？是的，苏夏最近都没找我的麻烦，我过得很惬意。作为交换，我得充当他的军师，帮他拿下沈玉白。你要不去人多的地方，那边的集市都很热闹，他们好像都很喜欢热闹。苏田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用？以后我结婚了，一定让你当伴娘。他开心地跑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死死盯着那个叮当猫，最后拿起石头把它砸开了。里面是空心的，除了被我砸烂的瓷片和一句台词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有机器猫，我要叫它小叮当、竹蜻蜓和时光隧道，能去任何地方。沈玉白真的把苏夏当成我了吧？按照常理，我应该高兴，但因为一切太顺利，我反而感到不安。就这样平静地过了2周，苏夏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周末的下午，他破天荒地回家了，还是哭着回来的。他向父母哭诉，沈玉白情绪失控，差点打了他。他陪我去逛闹市，试衣服的时候，我去给他买了一杯奶茶回来，他却突然情绪失控，掐住我的脖子，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他，又想到哪里去。苏夏哭得很凄惨，父母把沈玉白骂了800遍。我站在2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看着他们乱成一团。没过一会儿，门铃响了，是沈玉白。对不起，我为我今天的行为道歉。你走，谁要你道歉？你们家再有钱，你有暴力倾向，谁敢把女儿放心交给你？我父母态度坚决。沈玉白毕恭毕敬地把拿来道歉的礼物放在茶几上，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。我10岁的时候被人抛弃过，是我的母亲。她带我去买新年的衣服，让我在试衣间外面等她，可她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她缓了几秒钟，忽然眼眶通红。今天我是太担心苏夏的安危了，所以一时有些应激反应。不管苏夏今后还愿不愿意继续跟我接触，我都不希望她因为误会而感到害怕。作为补偿，我爷爷让我把这串项链带过来，赔礼道歉。他说完，把项链递给苏夏，那是最近新闻上报道的英国王妃的天价项链，要1000多万。曾经沈玉白问我喜不喜欢什么项链，他送我看到电视报道，随手一指，可以啊，我要英国王妃脖子上那条。他只说了一个字，好。苏夏看到沈玉白都哭了，哪里还能忍住，早已泪流满面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妈妈，你母亲后来找到了吗？我妈问。没有，我爸说多半已经死了。一时间大家都无比沉默。我站在2楼，只觉得好笑，沈玉白真会演戏啊。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。沈星，抱歉，如果你愿意，我爸妈都会对你很好的，你可以把我妈当做你的妈妈。没关系。沈玉白拉过他的手，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不是掐的脖子。我爸问。没有，他就捏着我手腕，我撒谎了。你这孩子闹的，沈星也是担心你。都怪苏田，是他非让我去逛石磨街，给你买奶茶，要不是他，就不会有这事。苏夏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。哦，你是说他让你跟我逛街买奶茶？刚才还在悲伤情绪中的沈玉白忽然收起了情绪，微微抬头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2楼的我。原本还在看戏的我心猛地跳了一下，最后转身往旁边的墙退了一步，让自己躲在墙后面。就是我姐姐，经常欺负我。别管了，沈星，今天都是误会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的，不会不打招呼就走掉。要去我房间玩吗？方便吗？有点晚了。方便，今天也晚了，你可以留在这里睡我的房间，我去跟我姐姐睡。你们2个挤得下吗？没关系，我姐姐待会要去我奶奶那里，对吧，爸爸？苏夏给我爸使眼色，我爸仅仅愣了一瞬，便吐出一个是字。是吗？沈玉白又朝2楼瞥了一眼。其实我住你姐姐房间也无妨，我绝对不会去动她的东西。你不喜欢我这儿，并非如此，只是怕你会不习惯。只要你觉得舒适，我怎样都可以。苏夏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。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望着他那副模样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这简直就是个恋爱脑。随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我妈突然冲进我的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扬起手就要打我。然而我的手迅速伸出，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腕，将她的动作挡了下来。你怎么这么大的嫉妒心？我嫉妒什么？你心里清楚得很，看到你妹妹考上了大学，还找了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你就又开始耍些小动作。听到这里，我突然笑了起来。这么优秀，她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管好自己的女儿，小心家破人亡。大概是从未见过平日里唯唯诺诺的苏田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妈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这就是你跟大人说话的态度吗？他不是好人，你照照镜子吧，人家是大学的学生，你自己考了多少分？能考上大学的人从小就努力学习，能比你这样的人强多了。你有没有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
我妈气得够呛，别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我真的是你亲生的吗？我平静地看着她，还是说我是什么见不得光的野种？不然你的心里怎么会这么不平衡？啪！她还是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。反了天了你！我感受到脸上传来的火辣辣的疼痛，勉强扯出一个笑容，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无所谓，这一巴掌我们俩亲了。她惊恐地看着我，你给我滚回你那个乡下老太婆那里去！我不再理会她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这时手机响起，是执法人员的电话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么急着找我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要汇报吧？没事了，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。10分钟前我给他发了信息，想告诉他沈星就是沈玉白的事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。如果说我对爸爸妈妈和妹妹还抱有最后一丝幻想，那么就在刚刚那一巴掌之后，这丝幻想彻底破灭了。对恶人的仁慈只会助长这个世界的恶。我活着已经很艰难了，所以我选择尊重他人的命运。苏田，你那天说的事我想了很久，那天我的态度不好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。执法人员，我打断了他，如果他真的是那个人，他赶来是不是就已经把一切都洗白了，不会露出任何破绽？理论上是这样。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随意拿了几套衣服。楼下我爸已经在不停地催促着，刚一转身我就看到沈玉白阴森地站在我身后。你干什么？我被吓了一跳。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静静地看着我的脸。疼吗？请你出去。他突然笑了起来。可是你妹妹让我今晚住在你的房间，等我收拾好你再。我停顿了一下，你不可以未经别人允许就随意进入别人的私人领域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。我就知道他在装，刚才还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，现在又变得如此恶劣。他坐在我的凳子上，看着我收拾东西，目光不经意间瞟到了垃圾桶里的叮当猫碎片，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我直接提起垃圾袋扔到了门外，然后将每个柜子都上了锁。接着我绕开他走下了楼。沈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妹妹看到他从我的房间走出来。走错房间了。他任由苏夏挽着他的胳膊。你姐姐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我妹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别管她。我上了车。我爸听到我一直在咳嗽，感冒了，要不要去买点药？不用，快好了。其实我已经感冒1周了，却无人知晓。而妹妹只是划破了手指就能闹得全家鸡飞狗跳，嗓子都哑了，还这么倔强。你要是不这么倔，也不至于被送到乡下去。呀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是淋了好几个小时的冷水才变成这样的。我就是要让自己的嗓子发炎。沈玉白的眼睛虽然瞎了，但我不能保证他听不出我的声音。爸爸，你也觉得我是个累赘吗？你出生的时候受了点伤，脑子比别人稍微差了一点，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短处，接受自己的短处，不能变坏。你要懂得服软，父母走了以后，还不得靠你妹妹照顾你一辈子。你老是和她作对干什么？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。爸爸，你难道不相信我能考712分吗？我求你二叔给你找了个技校，别再闹了。我爸爸，你爱我吗？爱能当饭吃，能让你活下去。我爸觉得和我沟通不了，又发起了脾气。我不再说话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没必要拿出自己的成绩单去暴露自己身处危险之中。我只是想起了在渊北那个地下室里，冰冷的石壁上刻着爸爸妈妈、妹妹以及奶奶的名字。唉，真的能让人活下去。回到奶奶家，奶奶看到我，大声喊道：苏夏，我是苏田。奶奶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已经把我忘记了，只记得苏夏。你就是苏夏，你本来就叫苏夏。你那个妹妹嫌自己的名字不好听，10岁那年抢了你的名字。我这才想起，奶奶说的都是事实。她是不是又抢你东西了？奶奶问我。没有呢，奶奶，您身体还好吗？我赶紧岔开了话题。一个老年痴呆的老太婆，告诉她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好着呢，我昨晚还看到你爷爷了。我愣住了。以前听人说过，老人如果看到了死去的亲人，就活不久了。奶奶，你应该搬到城里去住，城里的医疗条件好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也能及时得到救治。坚决不去，哪怕死也不去。他们把我的夏夏给弄丢了，我此生都不会进城，就在此地等着我的夏夏归来。奶奶，我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她只是冲着我咧嘴憨笑，没有言语。奶奶，我高考考了712分呢，这分数很高吗？能上大学了？奶奶愣了片刻，随即急匆匆跑进屋里，拿出一块手帕，里面鼓鼓囊囊的全是她积攒的5000多块钱，这些都是给夏夏存的，拿去读书，把书读到烂，看谁还敢说我们家夏夏是个傻子。说完，奶奶又挨个给亲戚打电话报喜，说我考了712分。一众亲戚都默默不语，商量着要把奶奶接到城里去住。其中一人说道：这老太婆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果不其然，没人相信。我在乡下找了份兼职，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赚钱。还有1个月，无论如何我都要熬到开学那天。开学那日，我怀揣着奶奶给的钱，还有妹妹转来的钱，加上自己打工挣的，竟然凑够了1万多。我独自一人拖着行李迈向了大学的校门。刚从公交车上下来，恰好就瞧见苏夏穿着高跟鞋从我爸的车上下来。我爸和亲戚们一共开来10来辆车，
那阵势宛如一条长龙，浩浩荡荡地是来给苏夏办理入学手续的。看到我手上的行李，所有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苏田，你跑来这儿干啥？来报道呀！我压根没打算搭理这群人，别在这儿发疯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回去。我家的亲戚强行过来要拉我的行李，想把我拖走。怎么了？沈玉白从另一辆车上走下来，我爸脸色铁青，把我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这儿有记者呢。沈玉白指了指门口那一圈记者，叔叔，前面就是新生名单，到底有没有他？过去瞧一眼不就清楚了？我搞不懂了，他又在扮什么好人？爸，我肚子有点疼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都到门口了，等会儿我自己去报名就行。怎么了？沈玉白走过来关切地问道。苏夏，我想陪你一起去报名呢。我一会儿去，你先去吧。苏夏，你为啥不让大家陪你去啊？亲戚们都想沾沾喜气呢。我妈疑惑地看着他，请问哪位是苏田同学？南城的理科状元。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师走过来询问。南城理科状元，那肯定是苏夏呀，就是他。亲戚们连忙把苏夏推了出去。我看着苏夏那一脸的窘迫笑容，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不予置评。难道谎言说上100遍就能变成真的吗？老师查看了苏夏的证件，又对照了入学名单，不是苏夏，是苏田，就是他啊！亲戚们掏出手机，点开抖音，你们看看他在抖音上可火了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招生老师扶了扶眼镜，这位同志，抖音粉丝数可不能作为大学的入学标准哦。众人嗤笑出声，围观的记者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刹那间，我爸妈以及一众亲戚的脸色变得比吃了死苍蝇还难看。资料显示，苏田，22岁，高考成绩712分，南城理科状元。老师认真地翻阅着资料。老师，是我。我将证件递给老师，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跟着老师一起离开。一夜之间，苏夏的粉丝数从700多万骤降到100多万。一场闹剧最终以苏夏暂时不去学校而暂告一段落。开学的新生致辞是由沈玉白来发表的。我在班级群里看到了老师发出来的演讲稿，写的那叫一个精彩，文采斐然，大家都纷纷赞叹不已。又有钱又帅气，成绩还那么好，上帝到底给他关上了哪扇窗啊？他单身吗？他好像有女朋友，之前有同学加他，他都拒绝了，说女朋友会不开心。说的肯定是苏夏吧？真没想到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他和苏夏的感情竟然如此深厚。苏夏出了事，他也依然不离不弃。听苏夏在我跟前显摆，他绝对不会跟我分手。他讲了，不管我上不上大学都没啥关系，他要的就是我这个人，跟其他外在的东西都没关系。望着同学说道，谁要是成了沈玉白的女朋友，那肯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我就想发笑，那是上辈子作恶多端，这辈子才落到他手里吧。我没忍住嘀咕了一句，大伙都震惊地看着我。我没说他，我说的是网上的人。我站起身准备回寝室，一转身就瞧见了沈玉白。其实自打知道他和我妹妹感情那么深厚后，我就不再害怕跟他说话了。他多半是记不起我的声音了。他现在深信不疑苏夏就是我，我要是再扭捏，反倒会惹人怀疑。恭喜你。他看着我微微一笑，恭喜啥？得偿所愿。我绕开他准备离开。我跟他之间没啥说话的必要。我听你妹妹说你以前成绩不太好，然后呢？他还说啥？我是作弊。他站在那突然笑了。你想不想证明一下自己？怎么证明？他没说话，只是瞥了一眼我手中的演讲稿，写得挺好。这个稿子是老师让我写的，他说新生致辞都会准备一个备选的，万一有啥情况能顶上。他没再吭声，径直走了。开学典礼那一天，我坐在台下，老师急匆匆地找到我，他说沈玉白失踪了，让我顶上。我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，稿子忘得一干二净，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在5分钟前我接到了奶奶去世的消息。你奶奶看到抖音上你入学的消息，喜极而泣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躺在门口那张摇椅上就走了。我拿起话筒，先是临时琢磨了一大段规规矩矩的开学致辞，突然想起那天奶奶拿出私房钱对我说的话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特别感激我的祖国，感谢执法人员，感谢他们的负重前行，才换来我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炫耀，更不是为了谈恋爱，我是来追随伟人的脚步，发誓要站到科技的前沿去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，不要做被爱情困住的笨蛋，把书读透，不要追求一时的快乐，而是去追求书里至高至美的精神世界。现场先是安静了几秒钟，接着国歌响起，掌声如雷。我在掌声中走下舞台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操场边上的沈玉白，他手里夹着烟，透过烟雾看着我，看了好久，才夹着烟转身朝外面走去。奶奶的后事是父母操办的，我还是回去了。老太婆脾气怪，生前没人照顾，死后却被人踏破了门槛。我在奶奶房间待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她床头柜上有一个叮当猫摆件，跟上次苏夏拿回来的一模一样。一瞬间，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把那个叮当猫摆件藏进衣服里，忐忑不安地去找了执法人员。我奶奶真的是自然死亡吗？你奶奶心脏血管堵塞了95%，心梗的风险很高。我奶奶去世之前，她去过我奶奶家，我把那个叮当猫递给了她。你怀疑执法人员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不懂你们执法人员的规矩。
我也不想做什么大英雄为民除害，我就想活着，仅此而已。我要读书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摆脱原生家庭，我还有好多梦想没实现呢。他今天能对一个老人动手，明天就能对别人下手，他活着我活下去的机会不大，所以我求求你帮帮我。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。执法人员一直很沉默。那你觉得他对奶奶动手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你说他把你当作狗一样带在身边，他那么凶残，为什么让你活下来了？他动你身边的人却不动你，这说得通吗？你到底对我隐瞒了什么？我跟他睡过，我是他女朋友，我骗了他，我跟他说我很爱他，爱到走火入魔的那种，他信了。但我逃出来的时候给了他一枪，打了他个措手不及。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毁了我。执法人员缓了好一会儿，才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，你放心，我会向上级申请调查，就算上面不同意，我个人也会继续调查。苏夏在学校被孤立了，为了继续蹭热度，天天往大学跑，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，未经允许，学校不允许网红拍摄。我粉丝几百万，你一个保安也敢给大学抹黑？这里是知识的海洋，不是网红博眼球的天堂。保安大哥一点也不让步。苏夏每条视频的点赞从几百万掉到现在新视频点赞不过1000，评论删的他手都抽筋了。我还真佩服他那强大的心理素质。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正要去外面参加比赛。姐姐，你最近在网上好火呀，我们一起拍个视频吧。我没空。他又看到了跟在后面的沈玉白，扑了上去。沈星哥哥。沈星没有拒绝他，还把他带上了大巴车。我们今天是代表学校去参加编程大赛的，我参加了编程社团。没想到沈玉白也报了名，在队里我没跟他说过话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。两人坐在我的后面，一路上都在打情骂俏，可以说是苏夏一个人的表演。实际上沈玉白压根没怎么回应他却乐此不疲。沈星哥哥，我可以和你拍照发抖音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是个恶魔，他能把照片放到网上吗？我真是受够了苏夏的愚蠢。比赛进行了一下午，我们队以绝对的优势拿到了全国第一。我和沈玉白都是队员，队长是大3的学长江岭。但是沈玉白的操作明显已经超过了队里的所有人。你妹妹的男朋友，他很厉害。江岭递给我一杯咖啡。我接过那杯咖啡，顺着他投来的目光望去，竟瞧见沈玉白一手夹着烟，另一手拿着一根火腿肠在逗弄着狗。他蓦地抬起头，与我的目光交汇，我没有躲避。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那些路过的小狗他都懂得心生怜悯，可却连一位老人都不曾放过。他率先败下阵来，掐灭了烟，起身朝我这边走来。看我这么久，是找我吗？他笑着调侃道，没有。你在那边吗？我近视。他没有言语，只是轻轻笑了一下。沈星，你太厉害了，这次比赛能赢全靠你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这也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苏同学也很厉害。对啊，沈星，你和苏田之前就认识吗？你们俩刚才怎么配合的那么默契呢？他突然笑了起来，确实挺默契的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笑得别有深意。比赛结束后，大家被拉去喝酒庆祝。我原本是不想去的，但我想起了执法人员那天说的话，要想抓住对方，就得让对方露出破绽。沈玉白何时容易露出破绽？他向来严格自律，自控能力也是出了名的。清醒的沈玉白确实难以捉摸，但喝了酒的沈玉白就做不到完美无缺了。他会失去控制，他会紧紧抓住我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是否会永远爱他。我得耐着性子回答，直到他心满意足地睡去。酒桌上，苏夏和沈玉白坐在一起，我则待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。整个过程中，沈玉白滴酒未沾，真让人头疼。我开始起身学着别人敬酒，每个人都敬了，唯独漏了他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敬你？他笑着问道。你刚才不是说要开车，不方便喝酒吗？叫代驾。他把酒杯推过来，示意我倒酒。我给他倒满了。开学快乐，我对他说道。祝你快乐。他对我说，按照规矩，大家都是新同学，不沾染社会上的不良风气，敬酒就只喝一小口，意思一下就行。我喝了一小口，但他却仰头将满杯酒一饮而尽。之后他面色如常地坐在那里，异常安静。这真不像沈玉白，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喝醉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起身去上厕所，上完出来就被他堵在了过道里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他不说话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刚才真的以为你要开车不能喝酒才没敬酒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我装傻。为什么？他还是这句，你醉了。我想要绕开他走开，他却又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为什么？他依旧固执地问着这一句。我站在那里，内心忐忑不安，手里早已按下了执法人员的电话，一有情况就立马拨出去。沈星、苏夏突然跑过来，看到沈玉白把我堵住的这一幕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苏田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他喝醉了，在找你。我趁机绕开他，离开了。后来苏夏在结束后把我拉到一边，狠狠地警告我，我警告你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你别想勾引他。我看着他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你别装了，我早该知道你对他心怀不轨。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不是让你整天谈情说爱的，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爱情可能会要了你的命。你最好好好想想，当你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，要是有一天那个男人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
你会不会输得很惨？苏夏咬牙切齿，少在这里酸了，永远不可能有那一天。是吗？也是，祝你能活到20岁吧。他想要动手打我，我直接把他甩到了一边。他还想装腔作势，但我的同学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我送你回学校吧。江林主动提出送我。队长，这么多女生，你就只送苏田一个，不会是对学妹有意思吧？别胡说。江林的脸涨得通红。沈玉白坐在自己的劳斯莱斯里，脸色阴沉。沈星，我今晚能不能去你那里啊？可以啊。苏夏兴奋的不行，趴在窗沿上对我喊道：姐姐，爸妈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今晚去你宿舍喽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自然明白两人晚上要去做什么，都只是笑而不语。黑色的劳斯莱斯消失在黑夜中，同学们也陆续打车离开了，最后只剩下我和江林两人。学长，我坐地铁回去就行了，不麻烦你了。我有车，不麻烦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我这个人比较固执，不喜欢和别人走得太近，更不想让任何人受到牵连。他的心思我又怎会不懂？吃饭的时候一直在帮我夹菜，目光一直都停留在我身上，那份喜欢都写在了脸上。我不会和他谈恋爱，所以不会给他任何希望。最终还是选择坐地铁回了学校。在地铁上，我更换了一套手机系统，然后给执法人员发了一条信息：监听器已经安装好了，就在苏夏的衣服上，他今晚整晚都会和他待在一起。就在刚才我和苏夏拉扯的时候，我把监听器偷偷塞进了他的口袋里。他那个人从来不洗衣服，肯定发现不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对了，甜甜，执法人员局这边需要你的一份 DNA 亲子鉴定报告。你回来那年病情总是不稳定，耽误了，不能再拖了，这是程序。我看到这条消息，心跳得很快，回了一个字：好。发完消息后，我又把系统换了回来，坐在地铁上发呆。地铁外面的灯光忽明忽暗，穿过一段幽暗的隧道，只需几十秒就能见到光明。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我能从那个阴暗的地下室活着回来。我等到了，但有些人却没能等到，永远留在了那个地下室。回到学校，我经常在图书馆看书。苏天，你怎么那么喜欢看书啊？就是喜欢看呗。他们没有经历过地下室里没有书籍、没有手机的日子，所以无法理解我对书籍的渴望。一本再普通不过的课本，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。我答应过一个女孩，要替她读完世间的所有书籍，要让她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。苏夏又上了热搜，还是和沈玉白一起。不懂就问，大学学神沈星怎么和那个网红在一起了？学神开着劳斯莱斯，带着小娇妻兜风，我靠，太甜了，磕死我了！居然因为学神，苏夏那网红都被大家看顺眼了。苏夏因为一段他和沈星在车上的错位视频，在网上走红了。大家都说他这次能翻身，全靠搭上了沈星这个学霸。我正在上课，好几个同学跑过来问我：“你妹妹真和沈星在一起了？你和沈星是队友，是你牵的线吗？你对这事怎么看啊？”沈玉白方才从教室外缓缓步入，瞧见这情形后径直走来，这般好奇，怎就不直接来问我？那你当真与他在一起了？我实在不想再听，便换了个座位。关你何事？沈玉白那冰冷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都清晰可闻。同学们自觉没了趣，便都不再发问。一节课尚未结束，便有同学称视频全都被下架了。传闻是沈玉白的律师将所有营销号都告了，他不惜花钱，告多少算多少，非得让他们倾家荡产不可。他们不明白，明明说的都是事实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我心里清楚，但我选择沉默。到了下午，热搜突然转变了方向，集中在报道某大学新生曾被诸多男人侵犯过。后来才得知是苏夏把消息卖给了营销号，大家都在纷纷议论到底是谁。报道中虽未指名道姓，但透露了许多信息，诸如成绩优异、长相美丽。我听着大家的讨论，一直在留意沈玉白的反应。他始终漫不经心地玩着游戏，仿佛对众人的讨论毫不在意。而我却心急如焚，一直在用小号联系那些博主，祈求他们把报道删除。可在这网络世界，谁又会舍得舍弃那样巨大的流量呢？那晚的课点名时，沈玉白并未前来。那晚发生了一件令学术圈震惊的打人事件，一整晚竟有20多个营销号同时被打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所有营销号都在发布视频，为报道大学女生被侵犯的事情而道歉。道歉视频挂了一整晚就全部被删除，那些人的账号也在当夜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之后有记者去采访住院的营销号，他们都声称是自己在家不慎摔倒，对于其他事情则闭口不谈。20几个同事在家都摔倒了，还都摔进了重症监护室。要说这些营销号早就该治了，为了流量毫无底线的报道，要是真被查出来，那个大学女生还能正常生活吗？不过好奇，那个女生到底是什么背景，能够在一夜之间让所有媒体都晋升？我坐在执法人员局里，手中看着网上的各种评论和猜测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他又开始了，我对执法人员说道：“你先稳住情绪，他那天的录音被人黑进了系统，并进行了加密，我们正在努力破译，一旦证据确凿，我立马向上申请逮捕他。执法人员，如果我有一天犯了错，可不可以将功补过？什么事？我就是问问，主动交代或者戴罪立功是可以从轻处理的。”好。他又问我，一个人害怕吗？需不需要派人跟着你？不用，我不害怕。我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，
一定要拿到沈玉白的证据。刚从执法局回来，就听同学说江岭被人打了，我不禁有些头疼，犹豫了片刻，第二天还是去找了江岭了解情况。江岭见到我，显得十分害怕我。那个人让我离你远一点。谁？我不知道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，苏田，你小心点，我是来读书的，我不敢得罪那些道上的人，我们以后别再联系了。好。我握着手中的字条，缓缓展开，离他远一点。刹那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被卡住了。那是沈玉白的字迹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，急忙跑去寻找执法人员。他的同事告诉我，执法人员昨晚酒驾出了严重车祸，现在人在医院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可是执法人员，怎么可能酒驾？来不及多想，我奔向了医院，在他手术前见到了他最后一面。他手中紧紧拽着那个录音的 U 盘，悄悄地递给了我。别担心，会有同事接替我，密码已经破译出来了，是你的生日。我慌乱地站在原地，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人扔入了大海，找不到任何依靠，也看不到尽头。我冲到医院的楼梯间，抱着自己的胳膊放声大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远远不是沈玉白的对手，他是个疯子，没人能是他的对手。我独自一人无助地走在大街上，不想回学校。这3个月来，我第一次回了家，我内心混乱不堪，乱了阵脚，甚至想着要不就向爸妈坦白吧。一个人实在斗不过，多几个人总归胜算会大一些。然而我一回到家，他们几个正在收拾行李，像是要出远门。你们去啊？渊北，你们疯了，不能去。我爸妈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对我好了许多，还跟我解释道，哎呀，现在渊北的环境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危险，那些人都是为了赚取流量罢了。要是真那么危险，那每年去那边旅游的几10万人难道都被割了腰子？我真的觉得他们被洗脑了，那个沈星就是渊北最大的人贩子，非常危险，你们去了肯定会死在那里。全家人都愣住了，震惊地看着我。姐姐为了让我们分手，可真是想尽了办法。苏夏说完，拿出手机放出一段录音。你姐姐好像对我有点意思，上课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看我，还想加我微信。加了微信后，又老是跟我说一些稀奇古怪的话。她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？总是问我是不是黑帮老大的儿子。我爷爷在渊北开公司，但我从小在法国长大，又在这边读书，真的很奇怪。那是沈玉白的声音，我听得后背直冒冷汗。苏天，别跟你妹妹争了，人家沈星不喜欢你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妈劝我，而且你妹妹都怀孕了，你争得过吗？我们这次去那边就是跟他爷爷商量订婚的事。你爸的公司最近资金链出了点问题，他爷爷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他会无条件资助我们。怀孕？沈玉白的？我有些震惊，苏夏才多大啊？所以姐姐别想了，你争不过我的。苏夏得意地冲我笑着，你们要是去了那边，那就是有去无回，还生孩子。你想让你的孩子在地下室里生活一辈子吗？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是沈星，他说要带他二叔过来吃饭，顺便接我。妈，快别让姐姐胡说八道了，我真服了，要是让别人家长听到了，多不好啊。我爸看着我，先回你房间去。不行，他回房间，万一中途跑出来乱说怎么办？突然，苏夏举起一个东西，朝我的后脑勺砸了一下，我瞬间视线变得模糊。妈，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拖到我房间去，放到衣柜里。放心，他只是暂时昏迷，不到半小时就会自己醒过来。后来我陷入了昏迷，渐渐陷入沉睡之中。待我苏醒之际，却发现自己手脚被缚，嘴巴也被堵住。我蜷缩在衣柜的角落，动弹不得，仿佛被禁锢在了这黑暗的空间。隐约间，外面传来阵阵嬉笑声，我这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竟然身处苏夏的衣柜之中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向外望去，只见苏夏娇羞地依偎在沈玉白的怀里。你说你爷爷会不会不喜欢我啊？不会的，他一直盼着我带女朋友回家呢。沈星，你对我真好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呀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很快的。苏夏主动抬起头，想要亲吻沈玉白，而他却偏过头躲避了一下，说道：时间不够呢。走吧。苏夏羞得满脸通红。好的。我在衣柜里目睹这一幕，心中涌起阵阵寒意。他或许还不知道，这趟前往渊北的爱情之旅将会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噩梦之旅。我的噩梦已然结束，可他的噩梦才刚刚拉开帷幕。我放下那所谓的助人情节，此刻的我自身都难保了。直到外面终于恢复了平静，我才艰难地挣扎着，为自己解开了束缚。他们都离开了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电脑，将录音 U 盘插入其中，点击文件，输入密码010801，耳机里先是一阵嘈杂，随后渐渐安静下来。好久不见啊，夏儿。那声音仿佛空洞的幽灵钻进我的耳膜，我吓得从凳子上站起身来，然而一只手却突然按住了我的肩膀。我转过头，赫然看到沈玉白，惊恐过后是一种仿佛尘埃落定般的平静。沈星，他静静地盯着我，眼中闪烁着笑意。我好想你。我愣了一秒，然后推开他往外面走去。你不是跟我妹妹一起走了吗？她是不是有东西忘拿了？他却一步挡在我的面前，将门反锁，然后又望着我，露出笑容。还在装吗？你不会以为我真的认不出你吧，夏儿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是苏田。说完，我又往窗户的方向走去，他却又跟了过来。哦，哪个苏田？那个死在地下室的。他弯下腰，一只手抬起我的下巴。你是真正的苏田吗？还是你觉得我会在乎你是谁呢？我站在原地，头皮阵阵发麻。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我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他却在那笑个不停。笑了几秒后，他收起笑容，叹了口气：别装了，我没耐心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来这儿？我终于摊牌了。我说过，我想见你，我不想见你。我推开他，冲向窗户，他却直接将我压在窗台，抬手掐住了我的喉咙。怕什么？你哄哄我呀，哄哄我，我就忍不住原谅你。看着他失控的模样，我感觉他随时可能松手，一旦松手，我就会从窗户掉落下去，粉身碎骨。我真的害怕了，他简直就是个疯子。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思索着该如何安抚他的情绪。沈玉白，你冷静一下，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。如果你做了违法的事情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哦，那又怎样？他掐着我脖子的手更加用力了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，我不想死在这里。你现在学业有成，在学校也很受欢迎。你以前不就是希望做一个正常人吗？沈玉白，你可以成为一个正常人了。你曾经说过讨厌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，现在你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不要再选择错误的道路了，收手吧。他手上的力度明显减轻了许多。这样的生活里有你吗？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我能说我不想有吗？我一天都不想和他待在一起。快说有啊，要不然甜甜的家人都要被扔到河里喂鳄鱼喽。我听得毛骨悚然，他还是人吗？苏夏怀了你的孩子。他笑的肩膀都在颤抖。他那晚在酒里下了药，自己喝了。你觉得我会让他怀上我的孩子吗？那孩子是谁的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是我的某个手下，也有可能是好几个。沈玉白，你还有心吗？以前有，我曾经给过一个人，那个人不要，只想要我的命。他盯着我，苏田，你觉得我是坏人，可你的妹妹、父母就都是好人了吗？还有，你都不是真正的甜甜，却用她的身份欺骗了所有人，你又算得上什么好人？所以为什么要逃呢？我们本就是一类人啊。是啊，我和他本就是一类人，我顺从或者不顺从他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即使我从渊北逃回来，冒用着苏田的身份，享受着他的生活，本以为噩梦已经结束，然而事实却是噩梦没有尽头，我永远也逃不掉。我和沈玉白接吻了，是他先开始的，而我没有拒绝。他从最初的轻柔亲吻逐渐变得激烈起来，仿佛无法自控。他把我从窗台抱起，让我坐在他的腿上，与我继续亲吻着。甜甜，你好漂亮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漂亮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任由他亲吻着。这2年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听得有些厌烦了。沈玉白，你能不能快点？他的表情瞬间僵住，掐了我的腰一下。老子又不是机器。结束后，他躺在我的怀里，像个孩子一样沉沉睡去。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是执法人员说的那个人联系了我。我删掉了短信，将手机扔到了床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和沈玉白腻在一起。他带我去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我们做着所有情侣才会做的事情。同学们看到他牵着我，都好奇的议论纷纷。那不是他妹妹的男朋友吗？姐姐抢妹妹男朋友，太不道德了吧？听说他还被拐卖过，什么好的不学，竟学些勾引人的本事。我看到站在身后的沈玉白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他点燃一支烟，走到一旁打电话。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，走过去，从他耳边拿下手机。沈玉白，你不能这样，他没教养，我又不是他父母，我为什么要惯着他？他好笑的看着我，所以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用拳头来解决吗？这是让他们闭嘴最快的方式，劝人别嘴贱。抱歉，我没耐心。那你要干什么？又要把他们打进 ICU 吗？沈玉白，别再犯罪了。他愣住了，不再说话。最后他关掉手机，熄灭香烟，站在栏杆处，显得有些暴躁。你会杀了我吗？我问他。想过，但是舍不得。报复你，折磨你的快感，都不及和你在一起的1/1000。我不再说话，我听你的话，慢慢变成一个好人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你总得给我一点甜头吧。我沈玉白可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我无奈的点起脚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这一招对他很管用，他的心情明显好了起来。我绝非什么善良之辈，那些人着实令我厌恶，但他们罪不至死。倘若他们受伤或致残，这笔账最终还得算在我头上。他那睚眦必报的性子，终究还是教训了那几个人。听闻只是受了些轻微的皮肉伤，相较于之前将人打进重症监护室，着实收敛了许多。那晚他兴起，将我一直到半夜，最后狠狠在我肩膀咬了一口，那真的是咬得生疼。沈玉白，你想干嘛？疼吗？他亲吻着伤口，脸上却挂着笑意。你说呢？疼就对了，就是要让你长点记性。半夜，我随他去了医院进行缝针。医生看着我们，欲言又止。你们年轻人血气方刚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有些过激的行为还是不值得推崇。沈玉白笑着看着我，没办法，
他喜欢。医生不再言语。沈玉白说要带我回渊北，只是回去玩几天，别担心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困住你了。你不会，不代表你爹不会。我万万不敢跟他回去，倘若回去，我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呀，早就进去了。进哪？精神病院。他轻飘飘的来了一句，那玩意儿碰多了，脑子都坏了，就该去精神病院养着。他爹碰那东西，可我从未听闻过。那边卖那东西的人，向来自己是不碰的。短短2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所以现在他爹进了精神病院，就再也没人能压制住沈玉白了。我深深怀疑，到底是他自己进去的，还是被沈玉白弄进去的。跟我回去吧，有我在，很安全。他抱着我，亲了亲。我眼睛动了很多次手术，手术风险极大，后遗症也不少，不算太成功。现在有点不舒服，我得回去复查。风险这么大还做，沈玉白真的是个疯子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，很值得。终于见到你了，疯子！我最终还是跟他回了渊北。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即便我不想回去，他也有办法将我打晕后带回去。他带我回到了他以前的住所，风格依旧未变。怀念吗？曾经我们一起在这儿的日子。他抚摸着书房里的书桌，感慨万千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，我们俩都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念书，一起吃东西，接吻拥抱。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苏甜。苏甜那小女生傻得很，我说什么她都听不懂，只会一个劲的哭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从不哭泣，乖巧听话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刚开始我只是想玩玩你，倒要看看你能冒充他到什么时候。等你露出破绽我就杀了你。谁能想到后来的我竟然会离不开你呢？你根本不知道我每天有多么期盼你来陪我读书，你也不知道每当你静静地坐在我身边，我有多心动。10年的陪伴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我妈都没陪我那么久，我爸更是忙着干坏事，没人陪我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的世界只有黑暗，但你来了，仿佛给我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明。甜甜，你会一直陪着我，对吧？我站在原地，听着他这些话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烦躁。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我有资格反抗吗？苏夏他们呢？我岔开话题。你想见他们？他笑着问我。他们根本就不是你的亲人，你何必同情他们？他们是苏甜的家人，我至少应该去看看。我并非真正的苏甜，她只是和我一起被关在地下室的小女孩，我们相依为命。我听了她太多的故事。她很傻，在和我一起逃跑的时候帮我挡了一枪，当场就没了气息。临死前，她嘱托我一定要活着逃出去，帮她看看她的爸爸妈妈和妹妹。她死后，我为了活命冒充了她，留在了沈玉白身边。逃出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履行了承诺，回到她家替她照看家人。但我从未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你一开始就故意引导我盯上苏夏，不是吗？让她陪我看电影，给我买冰激凌，和我一起逛街，做着我们以前做的事。我们是一类人，注定要在一起的。她看着我，露出笑容。你错了，我和你不一样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从未杀过人。我享受过父爱、母爱和亲情的氛围，虽然并不美好，但这些你都从未拥有过。然后呢？收手吧，沈玉白。我深吸一口气。你不会做噩梦吗？你不会梦到我奶奶吗？你奶奶？他盯着我。你怀疑我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在他床头留下了一个叮当猫。你奶奶对我并不好，我为什么要对她动手？你是个恶魔，你还问我？我很生气，这件事我无法释怀。不，所有的事我都无法释怀，也不可能释怀。才多久啊？你就不装了吗？在你心目中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也生气了。我找过你奶奶，只是想了解你，了解你暑假在那里都做了什么。我只是好奇，想知道。他顿了顿，至于他为什么会死，你应该去问你妹妹，她是如何告诉你奶奶你曾经被拐卖后的事。他丢下这句话，转身离开了，留下我愣在原地。是苏夏，所以我奶奶是因为苏夏说了很多我被拐卖后的事，刺激了奶奶，她才会突然离世。那可是她的亲奶奶啊！我突然对人心感到迷茫。我来到了以前住的地下室，那是一个布满死老鼠、常年见不到光的地方，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被吓得晕过去，但我却感觉格外亲切，仿佛回到了家。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。即使我再也不用住地下室了，但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却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抓不到碰不到，却挥之不去。我刚打开门，突然有东西抱住了我的腿。苏甜姐姐，你救救我，那个沈星是个恶魔。他的嗓音真难听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等我看清楚，才发现他趴在地上，被一条链子锁住，双腿似乎已经失去了站起来的力气。甜甜，你可算来了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吧？我妈望见我，泪如泉涌。你妹妹，她逃出去就被人打断了双腿，你赶紧救救她。甜甜，爸爸之前误会你了，是爸爸错了，没听你的话，早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就不该相信他的话。爸爸现在后悔的要命啊，你快把我们都放了吧。他们说明天还会往这里放蛇呢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3人，是吗？可把我绑在柜子里的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也是你们吧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偷你的成绩单发到抖音上，
不该冒充你的身份跟沈星谈恋爱，更不该抢走你的人生。沈星说他一直要找的人都是你，我们能不能换回来啊？换回来！我突然笑了起来。这地下室我待了10年呢，这里的每分每秒我都想逃出去，现在轮到你了哦，我亲爱的妹妹。想起苏夏去找奶奶说的那些话，我就觉得她真是罪有应得。苏田，我妈冲我吼道：“你妹再怎么不对，那也是你亲妹妹啊！我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差点丢了性命，你怎么能联合外人来害我呢？要是你还有点良知，就赶紧把我们放出去。就因为她是你生的，所以她去找奶奶说那些话，把老太婆气到心梗去世了。你还帮着她隐瞒罪行，对外宣称是因为老太婆听了我上大学的消息才死的吗？”我转头看向我爸，奶奶也是你的妈妈呀，你为了你的女儿替她隐瞒，你还配当一个父亲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3人都愣住了。我看着他们，心底没有一丝怜悯。还有谁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指了指他们身下的那张石床，你们的亲生女儿就死在那块石头上呢，她7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看到墙上那幅画了吗？画里那5个人有爸爸妈妈、妹妹、奶奶，还有他自己，全家人惊恐地盯着那幅画。你不是苏田，那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替他活着，看着你们得到报应的人。我被救出去的那年说自己是苏田，因为相隔10年，容貌变化大，没人能察觉。再加上我能清楚地说出苏田的每件事，大家更不会怀疑我了。那边的墙上全是苏田画的画，旁边还写着一句话：妈妈，我好害怕，我好想你。妈妈看到这行字，最终还是崩溃地哭了出来。她是怎么死的？在这地下室有各种各样的死法，重要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只是可惜了那傻丫头，自己都快死了，还求着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找她的爸爸妈妈。她说你们会担心她，她要是知道逃出去只会面对一个偏心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整天欺负她的妹妹，她还不如死在这地下室呢。你们就待在这地下室吧，也算是圆了她与家人团聚的梦。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关上了那道门，身后瞬间传来爸爸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现在才醒悟，难道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沈玉白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忙到深夜才回家。他把他爹留下来的园区遣散了，公司也变卖了，卖得的钱都拿去捐了。陈哥，这地方没你可不行啊！我管他行不行？你说退出就退出，就不怕道上那些仇家找你麻烦？你告诉他们，他们不要命了，尽管来找我，但要是谁敢动他，我就送他们下去，让他们见识见识阎王长啥样。我看着他接完电话走了过来。沈玉白，我想回去了。他皱起了眉头。沈玉白，我想上学。他掐灭了烟，把我搂进怀里，说道：好。晚上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，肩膀上忽然多了一只手。这是什么？沈玉白盯着我肩膀上的纹身。你的名字喜欢吗？我朝他笑着。那是他当初咬破的地方，缝了几针，留下了疤。我索性去做了个纹身。他愣住了，眼中忽然泛起了泪花。喜欢。那一晚他差点把纹身的颜色给清掉了，早上起来那一块还有点肿。你会永远爱我吗？我都把你的名字纹身上了，你还不满意？这里会疼吗？他摸了摸我的肩膀。偶尔下雨的时候会，我摸了摸他大腿上那个狰狞的疤，当年我向他开的那一枪就在那里。你呢？这里还疼吗？他抱着我，声音低沉而沙哑。下雨的时候会。聊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心情大好。甜甜的父母要我把他们放出去吗？还是放他们出去，但让他们定居在这里，永远不回国。我知道他在试探我，为什么要放呢？放他们出去，他们只会乱说话，对你不利。他僵了一下，再次吻上我。甜甜，我好高兴，好高兴你能为我着想，以后我们好好生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好啊。回国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沈玉白带我去他爷爷家吃了顿饭。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跟着你那个混账爹，他就是个烂人，能有什么成就？最后还不是以前的事就既往不咎了。以后你们2个好好读书，毕业后我给你们举办婚礼。沈玉白在爷爷面前表现得很乖巧，临走前他给爷爷磕了3个响头。傻小子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爷爷哭了。飞机上沈玉白一直握着我的手。下飞机后安保人员出来迎接他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。你们秦总呢？怎么没来？沈玉白看着领队的人轻飘飘地问了一句。领队的人尴尬了一瞬，他妻子在医院生孩子呢，让我来代替一下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事，下次提前说一声。好的。走到一半，沈玉白突然宠溺地看着我，要去下洗手间吗？你的口红花了。其实是被他亲的，不用。我的心从下飞机那一刻起就提到了嗓子眼，去处理一下。乖他的样子像是必须让我去，语气却依然很温柔。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他把我带到洗手间，径直带进了男厕所，然后从马桶水槽里取出一把枪。沈玉白，别怕，我会带你走。此刻外面遍布着执法人员的身影。他不由分说地拉着我朝车库走去，随后砸开一辆车，强行将我塞进车内。沈玉白，我们无路可走了。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。没有我无法做到的事，相信我。我才不信他呢，都快被他逼疯了。紧接着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，有10几辆车强行突破关卡，接着他驾车趁着混乱将我带离了这里。要去哪里啊？你这个疯子！甜甜，你昨晚还说要永远爱我呢。他叹了口气，
你的永远就只有一晚上吗？我不爱你，我怎么可能爱你？你毁了我的人生，还让我爱上你，你正常吗？沈玉白把车开得飞快，我害怕极了。我觉得他就是想和我同归于尽。他望向我，神情恍惚了片刻。就在他失神的那一瞬间，我抢过了方向盘，车子失去控制，在即将撞上大货车的那一刻，他反应过来，紧紧握住我方向握住方向。我们逃过了一劫。我惊魂未定，像个死人似的坐在副驾驶位置上。那些执法人员都是你安排的？他问我。是，我就是死也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他别过脸，掉下一滴眼泪。可我舍不得你死。他车技精湛，一路逃窜，竟然把执法人员远远地甩在后面。他真的做到了，无论怎样都能成功逃脱。我感到无比绝望，感觉自己忍气吞声了1个月，一切都白费了。我有气无力地看着他，别逃了，沈玉白，我的腿好疼。他这才发现我中枪了，就在大腿上，位置和他当年中枪的地方一模一样。他盯着前方，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沈玉白现在不逃，就再也没有机会。这个时候他才不会管我的死活，我也没抱什么希望。沈玉白，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已经死去的苏田，至少他死的时候，心里还天真的以为全家人都爱他。而我现在要死了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长什么样。我逃出去后，如果不冒充苏田，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，所以我怎么可能不恨你啊？你们家把我拐到那个地方，我浑浑噩噩的，都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。直到苏田也被抓进来，他像个小天使一样，跟我描述外面的世界，描述他的爸爸妈妈。我真的好羡慕他，他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。可你们连他都杀了，我真的做不到爱你。我每时每刻都在恨你。你不是觉得我骗你了吗？我给你1枪，今天替你挨1枪，这件事我们2清，但其他的事永远不可能2清。他咬着牙看着我，谁说要让你死了？谁要和你2清？最后他狠狠地拍了几下方向盘，竟然调转了车头。他调转车头驶向一家医院，精神病医院。因为是半夜，几乎没人注意到。他抱着我，剪断了围墙的铁丝，然后进入了药品室。他把刀烧红，按着我，忍着，别乱动。子弹被取了出来，我的身体也仿佛失去了力气，再也无法挣扎。做完这些，他推着我来到一个病房。病房里有一个无辜的中年女人，幸好她好像傻了，木讷地看着我们走进来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沈玉白拆除了所有的摄像头，把我放在床上。他抚摸着我大腿的伤口，甜甜，你不欠我了。说着，他把自己大腿上的疤痕展示给我看，上面纹着一个叮当猫。你知道吗？我好恨你，恨你为什么也要抛弃我，就像我妈妈一样。我发誓，等我找到你，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。于是我四处求医，做了无数次手术，也要重见光明，就是为了回去找你报仇。可是当我终于能看见了，第一个最想见的人也是你。我妈妈在我10岁那年带我去买新年衣服，让我在外面等她，可她却再也没有从试衣间出来。你也是，那天下着很大的雨，我淋着雨，怎么都不愿意相信妈妈不要我了，固执地站在雨里等。我爸爸说我妈妈是卧底执法人员，不会再要我了，最后把我打晕拖了回去。我回去之后就开始发高烧，然后失明了。我想过无数次去找我妈妈，可是我再也看不见了，她就算站在我面前，我也找不到她了。我恨她，我想过找到她一定要折磨她，让她尝尝我当年的痛苦。可是我找到她了，在这个精神病院。她变成了一个傻子，认不出我了，没有了喜怒哀乐，可笑吧？她说完，望着床上的那个中年女人，我震惊地看着那个人，竟然是沈玉白的妈妈。女人像是被突然中断的对话弄得尴尬不已，愣了好久，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她是卧底执法人员，被困在那里，有了孩子，自己逃了出来，却没带走孩子。逃出来了，现在却成了傻子，只剩下半条命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也没有了喜怒哀乐，然后一辈子都被困在这个精神病院。那些荣耀，那些奖章放在他面前，他也认不出来了。我恨所有的罪犯，值得吗？这是我问执法人员的话，没有值不值得，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，总要有人去守护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看向沈玉白，你妈妈是执法人员，她要是知道你做了那么多错事，她能不心痛吗？如果淋了雨就要撕烂别人的伞，这个世界岂不是要乱套了？采用私刑，对那些你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报复，你把法律放在哪里？自首吧，沈玉白，在牢里待个几十年，至少你妈妈走的那天你还能出来料理后事，不然万一你妈妈哪一天想起那些事了，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罪犯，该有多伤心。我劝他，甜甜，你还真以为我会回去坐牢？他笑着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绝望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仇家在牢里有1万种弄死我的办法，你不自首，对得起你妈妈吗？他沉默了几秒，开口说道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人说爱我。我说了，你就会去自首吗？试试看。我沉默了许久，感觉自己像溺水一样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沈玉白，我不可能爱你的。他哭了，是不可能不是不爱。你难道就没有对我有一点点动心？没有。他猛地吻住了我，口中吐出的话语如同利刃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这个骗子。那吻结束后，我惊恐地发现他眉心处竟有一个激光红点。沈玉白，别闹了。他将我强行按下去，
紧接着双手紧紧捂住我的耳朵。砰！我的耳畔顿时响起了嗡嗡的耳鸣声。当我再次抬起头时，执法人员犹如神兵天降，冲进了病房。沈玉白的鲜血如喷泉般溅在我脸上，那是致命的一枪，他却仍在对我露出笑容。最后，他缓缓倒在了他母亲的怀里，宛如沉睡一般。原本一直安静坐着的母亲，此刻也被吓得惊慌失措。她那浑浊的眼神中突然闪过一丝清明。她低下头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检查着怀里的人，从眼睛到鼻子，再到嘴唇，最终她彻底崩溃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在场的执法人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救救他！他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，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之中，比划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哽咽着说道：“他是我儿子。”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被执法人员搀扶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生命。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被拉上救护车的，也不记得是怎样去做的笔录。当我最终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深夜。听说渊北那边的执法人员已经成功将妹妹他们从地下室解救了出来。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眼神空洞，不知神游了多久，才缓缓起身去拉开书桌的抽屉，寻找笔和纸。抽屉拉开的那一瞬间，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叮当猫，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。我缓了好几秒，才小心翼翼地打开叮当猫下面的那张卡片。倘若我拥有时光机器猫，我会唤它小叮当，凭借竹蜻蜓和时光隧道，能够抵达任何地方。我多想回到10岁那年，那时我一定会紧紧拉住母亲的手，祈求她带我一起离开。我也会哀求她将你从地下室救出，带我们一同离开，然后一起报考大学，说不定最终我们也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呢。罢了。